继承了父母的遗产后，我逃到了一个陌生城市，开启了蜗居生活。本意是不让那些心怀叵测之人找到我，没想到遇上了极端天气，末日降临，丧尸成群。这下我彻底躺平了。父母双亡继承遗产之后，我就发现所有人对我的好都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了，我得付出点什么，他们才会一直对我好。在他们日益过分的索取后，我索性将所有遗产全部变卖，在一个夜晚落荒而逃。看着银行卡里的4亿多存款，我想我无论如何挥霍，这辈子应该也是花不完了。既然如此，在这陌生的城市，我要开始过我想过的生活。我在一个郊区新开的别墅楼盘里买了最角落的那一栋。当中介给我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就决定我要买下它，因为它有一个跟地面上同等面积的地下室，共3层。我现在极度缺乏安全感，住在地下也许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跃跃欲试之后，我开始对这个别墅进行大改造。前面也说了，我现在钱多了没处花，所以我大笔一挥，在装修公司老板如一朵菊花一样的笑脸中，同意所有装修材料都用最顶级的、硬度最厚的玻璃，据说连大炮都轰不破。最坚硬的混合材料门只能用我的瞳孔作为密码开启。全屋的外墙全部用太阳能电板的材料包裹，可以完全实现全屋自行供电。高级的水处理净化器，全智能化的家电使用。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将我的地下3层装得跟楼上一模一样，而楼上的每一个空间里都装有针孔摄像头，我可以在地下的监控室里清晰地看到屋内屋外的所有情况。这都是我害怕那些见我逃跑的人恼羞成怒，做出什么违法行动的自我保护。毕竟贪婪使人疯狂。装修在我花钱加急下1个多月就装好了，我心满意足地搬进了别墅的地下室，并开始疯狂网购填充这间屋子，因为它太空了，引起了我的恐慌症。我这个人小时候被妈妈管得比较严，零食什么都不允许我吃，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一间超市，每天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既然现在钱花不完，不如就把这栋别墅当成我的超市。我开始购买大量的超市货架，然后像普通的超市一样在货架上摆满货物。1楼是米面油粮和饮料区，2楼是生鲜蔬菜区，3楼则是零食水果区外加生活用品区。至于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办，根本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谁叫我钱多呢？我还在别墅的一角弄了个隔音区，里面养着几只小鸡，斗鸡成了我每天的娱乐生活。屋外则用装修的边角料建了一个透明狗窝，等我安定下来再去买只小狗来陪着我。看着满满当当的家，我第一次有了充实的安全感。这晚我正在地下室的游戏房里玩赛车，别墅的智能系统突然预警，告知我台风马上登陆，气象橙色预警。我没有多管，依然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等我去监控室看看外面情况的时候，才下午3点，外面已经变得一片漆黑，只在闪电劈下的时候能隐隐约约看到些被狂风吹动的树枝，哗啦啦全是暴雨的声音。我去楼上冰柜里找了袋水饺煮了。我现在食欲并不算太旺盛，因为长期窝在家里，基本上每天吃1顿就能满足我能量的消耗，但这样对身体营养的摄取不太好，所以我网购了大量的维生素和各种药剂。吃完水饺，我打算看部电影，我在家里装了个私人影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进去玩过，打算今晚去试一试。翻了半天，我打算看个《釜山行》，这种惊险刺激的电影最考验影院设备。我吃着零食，正看到丧尸咬人的时候，一声高亢的尖笑声吓得我浑身打了个激灵。卧槽，这么真实！我将薯片塞进嘴里，快乐地弯起了眉毛。钱果然是个好东西，怨不得他们人人都想来抢。可就在主角温情对话时，那丧尸发出的尖笑声竟然又响了起来，这次比刚刚更为清晰，尖利又刺耳。我将电影按了暂停键，疑惑地走出私人影院房。果然，这不是电影里发出的。我快步走到监控室，外面依然是黑漆漆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但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一道闪电划过，一张青白灰败还长有獠牙的脸突然在画面中放大，吓得我倒退一步，摔在了地上。这是什么东西？是真的丧尸吗？将手机打开后，微博热搜果然爆了，比安倍中枪还要顶在前面。末日降临，丧尸成群。视频里乌压压的全是浑身血污、四肢僵硬的人，他们疯狂地追着人跑，速度惊人，就跟丧尸电影里一模一样。吓得我手一抖，手机就掉在了地上。我紧张兮兮地瞪着监控，没过会，一道闪电划过，那张恐怖的脸又出现在画面中。他狰狞着，嘶吼着，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大门。还好，尝试过多次，发现撞不开后，他僵硬着身子走了。我紧绷的心弦这才松开，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地。我望着天花板，意识大脑处于宕机状态。我不明白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带走了父母的性命，留下的遗产又让我成为怀璧其罪的人。我好不容易逃出来，准备过上潇洒自由的生活，他又世界末日了。这某某的生活，我爆了句粗话，却突然豁达了。等下，这种末日躺平的日子似乎也不是过不下去。首先，我这间屋子装修得十分坚固不说，还充分智能化，不惧停电停水，地下还有特殊处理过的排污系统。其次，我还拥有了一间家庭超市，食物什么的也根本不用担心，至少够我苟活2年。最后，末日阻挡了那些想要寻找我的人，我其实比以往更安全100倍。想通了这一切后，我开始踏踏实实过上了躺平的日子。除了没有货源补充外，一切都跟我原先预想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2年后我还没等来救援，那也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我在私人影院将电影看完后，踏实地睡了一觉。第2天一早，外面已经从狂风暴雨变成了艳阳天，智能系统告知我气温已至 B45摄氏度，怪不得睡得我浑身是汗。我将空调打开，拿出瓶冰可乐，才慢悠悠转回地下的监控室。这次画面足够清晰的让我看到外面奔走的丧尸了，只有零星的2、3个。一个穿着件高档定制西装的，好像是我搬家进来时遇见的那个总裁。那天他还是志得意满的样子，没成想如今已经变成了这副可怕的模样。
这个别墅区因为是新楼盘，外加价格高昂，入住率非常低，这也意味着在目前来看是相对安全的。看了一会，发现丧尸们只是在无聊的打转后，我就失去了兴趣。我跑到楼上2层蔬菜鲜肉区，找了些茼蒿啊、香菇啊、金针菇之类的蔬菜，以及一大块鲜牛肉，又去冰柜里找些丸子和一包虾滑，然后去零食区找了包海底捞的牛油麻辣锅底，拿出多功能锅给自己煮了顿火锅，边追剧边品尝美食，真是人生一大乐事。不过大概是我把电视声音开得太响了，引来了丧尸的注意。没过一会，窗户上和大门处就趴满了丧尸，咚咚咚撞击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我突然有些后悔，当初装修的时候忘记将楼上跟地下室一样装修成全隔音的状态了。我叹了口气，为了不被这些丧尸骚扰，我只能将火锅搬去地下室吃。美滋滋吃完后，我又觉得当初把地下室装得跟楼上一模一样是个最英明不过的决定了。虽说这个房子异常坚固，但在这末日难保别人会有什么先进武器，能防住丧尸，但并不意味能防住所有人，我还是得小心为上。为此，我决定将楼上装成没有人居住的模样。这间地下室做的是一个暗门，而开关则装在房子的装饰品上，十分隐蔽。我进入地下室后还能把门进行反锁，就算找到了开关也没办法打开门，只要不被别人发现，蜗居在里面是很安全的。我将楼上的超市原封不动地搬到楼下，这可累死我了。我只能每天搬一点，到第20天终于全部搬完了。其余的我本来就住在地下室，倒并不用再做巨大的改变。我还将我养的几只鸡也搬进了楼下，但楼下并没有专门的养鸡房，我只能将一间着的杂物房作为养鸡的地方。每天打扫这间房间成为了我最头痛的事情，太臭了。我常常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养鸡，直到我在养鸡房找到了第一颗鸡蛋，我才万分感激我当初的多此一举。因为蔬菜水果什么的会腐败溃烂，我趁着还有网赶快百度该如何在自家种植蔬菜瓜果。现在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没有泥土，这意味着我如果真的想种的话，我得冒险出这个屋子一趟。其次，地下室没有光照，还好我百度了可以用白炽灯代替，但根据我看丧尸电影以及这么多天观察丧尸的行为得出的结论，他们对声音、光和血腥味极其敏感，只要我一出门必然就会被他们发现。就我这细胳膊细腿的都不够他们一口吃的，怎么办呢？我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去外面收集泥土的时候，外面的情况已经越发恶劣了。越来越多的丧尸在小区里出现不说，天气也变得极其异常，白天的气温能直逼60摄氏度，晚上却在0摄氏度左右徘徊，而且停电停水了。这意味着若是不像我家这样有充足的太阳能电板的人，家里都没法开空调了。不过就算我有充足的电，我也不敢开了，因为空调外机都装在了室外，一开就有巨大的轰鸣声，会引来丧尸破坏不说，最怕就是吸引到那些心怀叵测之人。末日并不是所有人的末日，对于那些不法分子来说，末日反而是他们的狂欢。不过还好，我长期待在地下室，相对来说温度会低一点，地下3层更是深入地下10多米，室内温度只有10几度，白天还是比较好熬的，晚上有电热毯倒也并不难受。我目前最为焦心的还是没有土，若是这些蔬菜水果吃完之后，我又该怎么办？躺平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呀。这天早上我本来想再看看新闻，发现在丧尸爆发的第32天，网络终于断了，倒也是坚持得挺久了。这下我只能在游戏房里玩玩单机游戏打发时间，因为我这个小区在郊区，外加入住率极低，每天除了在外面晃荡的丧尸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所以我并没有特意去看监控外面发生了什么，而是依旧安定地过我的小日子。丧尸爆发的第40天，我依然没有冒险出去找土，我发现我这人还是挺怕死的，我选择摆烂。在吃了一碗自热米饭后，我睡了一个午觉，朦朦胧胧间，突然被一声巨响的爆破声吵醒，吓得我心脏好像被人一把揪起，一阵一阵的抽痛。我忙拖着拖鞋赶去监控室，通过监控，我竟然看见门口站着4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真 TM 牢固。有个男人往地上吐了口痰，爆了句粗话。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后面的一辆吉普上拿下来一个炸药包似的东西，放到了大门边，然后他们站远了些，将手中的遥控器按下后，一声更响的爆破声又在我耳边炸开。我心中咯噔一下，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就见他们中最高的那个男人挥去烟尘后，开心地跟另外几人说破了。等他们进门看到富丽堂皇的装修后，一个比一个更激动。有个矮胖的男人往我那好几万的真皮沙发上幸福的一躺，眯了眯眼说，没想到老子竟然有一天还能住上这种房子。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了，他们是在乱世中结伴搜寻物资的4兄弟。为了更方便地称呼他们，我给他们取名叫甲乙丙丁。最高个的男人就是他们的大哥甲，有个脸上带疤长相极其凶狠的是老二乙，老3丙就是那个躺在沙发上的矮胖男人，老4丁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戴着眼镜的男人。这4个人一看就是一些不法分子，关键是他们手里还有大量的武器。我心中慌得不行，第一反应就是先去把地下室的门反锁了，然后就是舍弃我每天的游戏时间，抱着零食坐在监控室里观察他们。他们从车上搬下来了大量物资，还有很多饮用水，看来是想把我这间房子当做他们的据点。听那个废话最多的矮胖男人说，我才知道外面丧尸已经大规模爆发了，很多街上都看不到一个活人，全是密密麻麻的丧尸。他们4个人因为身体强壮，各自都搜寻到了不少物资，但在末日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城里现在的幸存者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结成了小队互相对抗，他们洗劫了警察局，搜到了大量的武器，其中那个丁原先是个生物化学研究员，还研制出了大量的炸药。以他们目前的实力，在这个城市的小队中已经算作是顶尖了，但甲还是非常谨慎，他怕别人眼红他们，若是多个小队联合起来，自己这方也敌不过他们人多势众，还是小心一点为好。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这个偏僻的别墅区。
但大多数都是毛坯房，只有零星的几栋装修好了。丁果然有几把刷子，在他们当中应该是充当智囊的角色。他一眼就看出了我这栋屋子外装了大量的太阳能电板，能自行供电。这对于现在的极端天气来说，有电才意味着能好好活下去。所以他们就将目标确定为我这栋屋子。通过他们的交谈，我还知道丧尸全身上下是没有弱点的，唯一的弱点就是头部。只有击爆他们的脑袋，他们才会真正死去，否则就算从50层高的楼掉下来，1分钟后他们也能缓慢地爬起来。我看向屋外的监控，果然发现地上倒着的丧尸脑袋都被枪爆开了花，蓝黑色的血液流了一地。在通风口处有一股浓烈的尸臭味传来，原先还没有感觉到这么臭，应该是他们动静太大，将小区的丧尸全都吸引到我家门口，又在这里杀了丧尸，导致尸体全堆积在我家不远处的缘故。我忙将空气净化系统打开，想到这，我不由得偷偷笑了起来。虽然我不差钱，但当时装修的时候，因为楼上有大面积的落地窗可以通风，我并没有特意去装全屋的空气净化系统。而地下室因为难以通风，所以我不仅改善了地下室的通风情况，还装上了空气净化系统。这下这4个人要被臭死了。我嚼着黄瓜味的乐事薯片，笑得眯起了眼睛。如此一来，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走了吧？可没想到，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们发现了我存在过的痕迹。这里不久前还有人住过。丁眯着眼睛四处搜寻，就像一只老狐狸。听完他的话，另外3个人立刻举着枪在房子里四处搜寻起来。他们看见了我留下的一些生活垃圾，里面的果皮还没有完全腐烂。我懊恼地拍了拍脑袋，紧张地盯着监控画面。只要有人走得离暗门或者开关近一点，我的心脏就跳得飞快，生怕被他们发现端倪。还好他们没有去过别的别墅里，不然很有可能会发现这期别墅都带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从而联想到有人会躲在这地下室里。他们将整个屋子都搜了一遍后，并没有看到人影。丙第一个放弃，又没骨头一样瘫在我昂贵的沙发上，嚷嚷大概是去搜寻物资了，这屋子里一点吃的都没有。甲点了点头，也放下枪，不过我们还是要警醒些，以防这房子的主人回来或者别的小队找到这里。乙将枪扔到桌上，灌了一瓶水后，拿起空调遥控器就想开，却被丁一把夺走。他眼睛一瞪，样子更凶狠了，但丁却丝毫不怕他，动静太大了。他爆了句粗口后，也在沙发上躺了下去。丁盯着他皱了皱眉，却没多说什么。他将我放在屋子里的空调扇打开，4个人都舒服地发出了呻吟声。我用力地捶了捶拳，忘记把这个搬下来了。本来这间房子足够牢固，但我们破坏了门，有了个大缺口。听完丁说的话，甲也附和道，还跟之前一样，每晚轮流值夜，白天则2人出去搜寻物资，大家都没什么异议。很快，监控中就传来如雷的鼾声。我见他们不再交谈了，忙将声音调至最低，抚了抚胸口，还好没被他们发现。为了安慰我紧张了半天的小心脏，我决定晚上要吃顿好的。我将冻住的猪肉和牛肉拿出2小块解冻，然后用烧烤粉腌制一下，再拿出了1袋冰冻鸡翅和1袋冻虾，做了一顿烧烤吃。本来烧烤配啤酒绝了，但楼上有4个凶神恶煞的人，我只能开了罐可乐将就一下。虽然他们不再搜索屋子本身，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外面，但我还是不放心，索性将被子和枕头都搬来了监控室，打算打地铺。1晚过去了，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第2天一早，他们吃了自热米饭后，甲和乙出去搜寻物资了。丙依然窝在沙发上睡觉，这人也是懒出虫了。丁却在2楼的书房里摆弄着一堆黑色的东西。我盯着他看了好久，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但猜想应该就是他们先前说的炸药之类的。就这样平安无事的过了几天，我发现丁从来都不用出去搜寻物资，每天都是甲乙丙轮流出去，他就窝在2楼的书房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每天在研究些什么，真怕他把我的书房给炸了。这天轮到了乙和丙出去搜寻物资，甲在门口研究能不能把门加固一下，丁依然待在2楼书房。我本来觉得应该又是普通的一天，打算去游戏房玩会游戏，刚要走出监控室，突然传来了丙大呼小叫的声音：大哥，不好了！怎么啦？甲忙迎出去，就看见丙搀扶着浑身是血的乙从吉普车上下来，浓烈的血腥味吸引了不少丧尸冲过来。甲忙掏出手枪，一枪一个爆头，丧尸的尸体又在院子里堆积起来，屋子里好像更臭了一点。在我将换气扇打开的过程中，丙已经将乙扶进了屋子里，就见乙面色苍白，半个身子的白 T 恤都被血染得通红，眼睛半闭不闭的，马上就要休克了。他整个人挂在丙身上，搞得丙也浑身血淋淋的，看上去十分吓人。我顿时紧张起来，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好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甲帮着丙将乙放到沙发上躺下后，丁正好从2楼的楼梯上走下来，只见他面色一紧，眉峰微微皱起，显得十分严肃。他被丧尸咬了？他的声音也冷冰冰的，不带有一丝感情。听完他的话，甲一改担心神色，眉头一拧，目光直射向丙。丙忙慌张的摆手，不是，他是被 A 区那群兔崽子射中一枪。甲和丁明显松了口气，一起走到沙发前观察乙的伤势。我将辣条塞进嘴里，好笑他们之前还称兄道弟，现在出了事，就发现这种塑料兄弟情在末世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每个人都只担心自己能不能活下去。哎呀，好辣！我忙又喝了口奶茶，然后继续观察他们。原来今天乙和丙是去 A 区附近搜寻物资。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这里就得先介绍一下目前我所在的这个 S 城。S 城毗邻南海，是一个沿海城市，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正五边形，丧尸爆发后幸存的人就按照它的5个角将它划分成 A、B、C、D、E 5个区。其中 A 区是原先 S 城的商业区，那里有好几座大型的仓储型超市，是物资最富饶的地方。但因为丧尸爆发时正好是周末，在那里被袭击然后变异成丧尸的人数不胜数，所以也是目前最危险的地方。B 区则是毗邻南海的那个区，原先是旅游胜地，虽然有些物资，但因为天气一变，那里大部分都被海水淹没，基本已无法涉足。
C 区则是我所在的这个富人区，这里房屋的安全性能较高，丧尸数量并不算多，相对于整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来说是最安全的。但也正因为房屋的安全性能高，要闯进去并不太容易。而且很多富人都有武器傍身，所以外出搜寻物资的人并不太来这一区，除非已走投无路。D 区则是 S 城的科研区，有各类生物化学研究所，在全国也声名赫赫，目前被政府控制，正在研究如何消灭丧尸。E 区则是 S 城的穷人区，这个区现在是物资最匮乏的，丧尸数量也并不算少。因为丧尸爆发时十分突然，天又变得一片漆黑，大部分在外的人都变成了丧尸的口粮，少部分留在家里的又没有存储到多少物资，吃了10天半个月之后，基本上就都已消耗完毕了，只能冒险外出搜寻食物。这时候身体素质就成了最为关键的生存条件，很多像甲乙丙丁一样强壮的人就牢牢占据了主动权，而那些不够强壮的人的下场就目前除了 B 区外，其余几个区都有好多这样自发结合的小队占领了有利位置。特别是 A 区，因为有大型仓储型超市，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往那里冲，那里一开始的人是最多的。经过2周多的混战后，那里目前还剩3个队伍，其中有一个队伍是由一个梳着大背头、总喜欢戴一副黑墨镜的人领头的，人称外号大背头。末世降临前，他是 S 城有名的开地下赌场的大佬，手里有大量的杀伤性武器，所以他也是那3个队伍里实力最强的，整个小队有20多个人。没成想，今天乙和丙想去 A 区边缘碰碰运气，迎面就撞上了大背头所带领的小队。刚一照头，大背头二话不说就朝着他们射了一枪，乙和丙只得往回跑，可奈何大背头小队人多，他们没过一会就被围了起来。要不是他们原先就跟大背头有过接触，大概直接就被扔进丧尸群了。大哥，大背头让我们把那些土交出去。丙低着头，说话声音虚虚的，我把音量调至最大，才听到他说了什么。土？什么土？我好奇地瞪大了眼，手中的辣条都不香了。说到土，甲的脸色骤然一变，整个人都蒙上了一层低气压。丁倒是挺淡定，好像一早就预知到了一切。暴毙站在一边悠哉悠哉看戏。你们答应了？甲的声音紧紧的，好像有一块臭抹布堵在了他的喉咙口，说出来的语气又梗又涩。丁好像更无措了，低下头像个孩子一样，半天才轻轻地嗯了一声。喝。丁嗤笑一声，坐到一边喝水去了。不然他们就不是朝二哥手上开枪那么简单了，我跟二哥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甲一改先前重情重义的模样，整个人都冷冰冰的。既然你们答应了，应该不是独自回来的吧？他话音刚落，我就见大门口的监控画面里又开进了一辆吉普车，车上走下3个人，其中梳着大背头、戴着一副黑墨镜的男人，大概就是他们一直在说的那个大背头了。既然老甲已经猜到了，那也不用我再多废话了。卧槽，这简直就是现实版黑帮电影啊！我越发来了兴致，将不远处的零食矿用脚勾了过来，翻翻找找后拆开了一包泡椒凤爪，边啃边看着他们开始大打出手。原来甲真的姓贾，刚刚他已经言辞拒绝大背头了，可见这个土对所有人来说都极其重要。这个大背头倒真是有种，竟然只带着2个人就打上门来。不过他们手里的武器显然比老贾他们好上不少。就见老贾、丙、丁3个人边朝门外射击，边朝2楼退，大背头他们则伺机想往屋子里闯。我天，就在我面前的枪战，好刺激！可没等我兴奋多久，我 TM 又悲剧了。因为大背头他们的武器要强出不少，很快他们就攻进了屋内。这时我发现老贾身上竟然都是血，看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中枪了。我倒是没想到他会那么决绝，竟然也不顾房子会不会塌，直接点燃了钉在2楼书房制好的炸药包，猛地朝大背头他们掷了过去。轰隆一声，整座房子都地动山摇了一阵。还好我当初用的材料都是最顶级的，房子竟然没有塌。就是我被淋了满头满脸的强泻，还咳了好久才缓过来。等我清理好再抬起头看监控后，我懵了，我的监控竟然全部跳闸，变得一片漆黑。关键是头顶上的白炽灯也一晃一晃的，最终啪嗒一下全暗了下来。这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上香，离谱死了！我的太阳能供电系统竟然被这一炸坏了。还好当时为了应对南方的梅雨季，怕太阳光照不足，房屋设计公司还在地下室给我安装了一个发电机，并储备了20箱柴油。我忙跑去地下3层，刚准备将发电机启动时，我突然灵光一闪，停了下来。等下，现在我这全屋发电是连接在一起的，若是楼上还有人幸存，特别是那个智商比较高的丁还在的话，他们发现没电之后又有电了，那不是直接暴露了这个房子还有别人在吗？现在监控也看不了，我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白天倒还好，地下室温度适宜，可晚上温度会直降到10摄氏度，没有电热毯那是会冻死人的。我咬着大拇指开始思考起对策。我原先是学文科的，电路什么的我是一窍不通，要我自己去改那肯定是白瞎。不过我好像记得装修师傅有跟我提一嘴，在哪里装个总的开关阀门，不仅可以将楼上楼下的电路分开来，就连每间屋子都可以关闭或者打开。但我当时就是随意那么一听，根本没注意他说的那个总开关阀门在哪里。不会是在楼上吧？我惊恐地瞪大了双眼。我看了下手上的电子手表，现在是下午3点20。每天基本上都是晚上6点一下子转变气温，这样我就还有2个多小时去找那个总开关阀门。我找了个手电筒，从地下3层一层一层往上找，直到5点45分，我找完了地下室所有的屋子，还是没找到那个总开关阀门。我泄气地坐在地上，这倒霉催的，完了，就想安安心心躺个平，把外面的一切当电影看，怎么就那么难呢？就在我怨声载道的时候，通往地面的通道突然传来一声爆破声，吓得我猛地抬头朝那道门望去，但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有人下来了，我忙将手电筒关掉，静心听了一会，没有任何动静，一切依然安安静静的。砰！就在我松口气的同时，一声巨响又传了过来，我这才立刻反应过来，声音是从地下室的暗门外传过来的。
我打开手电筒，慢慢朝那边挪去，砰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响，像是枪支交战的声音。等我走到暗门边，将耳朵贴到门上，隐隐约约还传来了男人的怒骂声。因为装有隔音棉的缘故，听不太清到底在讲些什么，但似乎是老贾和丁的声音。他们好像在争执着什么，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然后就恢复了安静。就在我打算继续去找开关阀门的时候，突然暗门上传来咚的一声巨响，我眼睛正前方的一块金属铁皮向里凹了进来，呈现一颗子弹的模样。我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两条腿就像装上了发动机一样打着颤。他们应该不会走过来看吧？就这样过了好久，久到周围的温度已经变得极低，我的呼吸都起雾的时候，我才慢慢滑坐到地上，紧紧抱住自己的腿。太吓人了！前面看戏的时候还觉得刺激有意思，真的发生在身边，实在太可怕了。我又等了会，确定没有人了之后，我才小心地揉了揉已经发僵的身体，慢慢站起来。因为温度过低，外加坐的时间有点久，我只能攀着墙慢慢往上挪。突然，我的手触碰到一个塑料盒子样的东西，我急忙打开手电筒照过去，果然是我一直在找的开关阀门。还好上面标得很清楚，我忙将楼上的电路关闭，然后回到冻得像冰窟一样的地下3层，将发电机灌满柴油启动。嗡嗡的声音响了一会后，室内的灯一个个都亮了起来。这时候我已经快冻僵了，我忙跑回2楼监控室，也顾不上看外面的情况，打开电热毯就用被子将自己紧紧裹住。慢慢缓过来后，我才有心思朝监控画面看去。还好我用的都是装在隐蔽墙角的针孔摄像头，并没有受前面爆炸的影响，依旧能很清晰地将外界情况传递给我。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我一大跳。1楼的客厅已经变得满目狼藉，全是石膏灰屑。大背头和他的2个小弟被炸得连灰都找不到了，真不知道他这么蠢到底原先是怎么组建起那称霸 A 区的小队的。然后在一地残骸上躺着2具被血浸透了的尸体，一具瞪着2只大眼睛死不瞑目的是老贾，另外一具侧躺着看不清面目的矮胖身影应该就是死去的丙了。我眨眨眼睛，果然光有一身蛮力还不行，有脑子的人还是更占优势些。画面太过可怖，加上我先前冻了太久，晚饭我也不想吃了，随意拆了包饼干垫了2口后，我就沉沉的睡了过去。但一晚上都没睡好，梦中总有一双镜片后阴森森的眼睛在直勾勾的盯着我。一大早，我顶着一双熊猫眼，昏昏沉沉地做着早饭。昨天晚上没吃，饿得我都有些胃痛了。我煮了碗挂面，敲进去1颗我昨天新收获的鸡蛋，正打算再放些蔬菜的时候，才发现我超市的蔬菜水果区已经烂的烂，坏的坏，基本没什么能吃的了。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小把变黄了的青菜，将就着煮了。吃完后，我坐在监控前，拖着下巴沉思。当初不知道会爆发丧尸，等我发现已经来不及准备了。还是因为运气好才能苟到现在。虽然我还有很多维生素片，但如果一直吃不到蔬菜瓜果，长久以往身体机能肯定是会出问题的。还是得有土啊。我拖着腮朝监控画面上看了一眼，因为大门被炸坏了，屋内还有浓重的血腥气，所以老贾和丙的尸体边围着好几只丧尸在啃食，目前已经基本看不出人样了。门口倒是没有丧尸，若是我能将丧尸在尸体上集中的注意力拖得再久一点，是不是够我出去找点土回来呢？就在我思考怎么吸引丧尸注意力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汽车的引擎声，哗啦啦一下子进来了3辆吉普。很快，一个个穿着军靴的男人就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走进我的别墅，将里面的丧尸全部爆头后，上上下下绕了一圈，好像在找什么。没过一会，一个长得像猴一样的男人举着一条金属链子给领头的那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看了一眼，那男子顿时脸色一变，喊了声大哥。我朝那金属链子仔细看了看，越看越觉得有些眼熟，想了想后才记起来，昨天他应该还挂在大背头的脖子上。看来这些人应该就是大背头的那些小弟了。墨镜男将屋中情况视察一番后，咬着后槽牙带着所有人走了。我猜他们应该是去找丁去了。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丁成了最后的赢家，将他们口中最重要的土带走了。到底那土能做什么？怎么所有人都在抢？要是我能拿到那些土就好了。我微微笑起来，马上又反应过来，拍了拍自己的脸，这可是在刀口上填血，还是不要白日做梦了。可没想到，没过多久，这土竟然真自己跑我这里来了。这天一大早，我正在啃达利园小面包。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03天了，超市里好多食物都已经过期了，我也好久没吃上蔬菜水果了。仅有的蔬菜体验就是吃自热火锅的时候，真的好悲催啊！我的心死了，但我的嘴巴没死，还想着吃蔬菜水果，可怕得很。哎，瞬间嘴里的小面包都不香了，但吃还是得吃的，不吃俺饿。可嗨嗨，监控画面里突然跑进了一个浑身是血的，也不知道是丧尸还是人的生物，害得我被小面包哽住了，一口气差点没上来。等我好不容易咽下去之后，才发现那蓬头垢面、枯瘦如柴的人，竟然是已经跑了1个来月的丁。他将屋子里徘徊的丧尸都击毙之后，踉踉跄跄地往2楼跑去，然后竟然在书房的一个香炉装饰品里翻出来一小袋黑色的东西。这人竟然一直把那个大家都想要抢的土放在这里，还真是胆大心细。他嘴角泛起一个得意的笑容，可没高兴多久，就又嗨嗨咳起来，嘴角渗出一丝鲜血。看来这1个多月他被追杀的挺狠，应该受了不轻的伤。他将土在身上藏好后，就地躺下。外面应该臭气熏天，来了好几拨人，房内屋外到处都是丧尸的尸体，但他却似乎没闻到一样，很快就陷入沉睡。监控画面里甚至传来了轻微的鼾声。我咬了咬牙，先前看监控没注意，竟然没发现土一直就在这屋子里，不然趁他们不在，这不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吗？拍了拍1个多月没吃到蔬菜瓜果的肚子，我静静默哀了1分钟，受苦了，宝贝。但看到别墅1、2层新鲜的丧尸尸体，我又转念一想，就算我知道了，我大概也不敢上去拿，毕竟我可不像他们有杀伤性武器。丁睡着了，我也不想一直盯着他看。天太热，我就去地下2层的大型浴缸里放了一池子水，好好的泡了一个澡。看丁娜邋里邋遢的样子，外面应该水资源也不多了。还好这天气多变，每天都会有一段时间下雷阵雨。
可我观察过下水道中流进来的水，不知道为什么微微泛着红色，应该是无法直接当做生活用水的。要不是我安装了最先进的水净化系统，我也不敢大手大脚像现在这样乱用。等泡完澡，我做了板黄磊同款雪碧拌面，清爽解腻又开胃，可惜少了点黄瓜丝。也不知道丁闻到了还是怎样，我吃得正香，他的肚子竟然咕咕叫了起来。他从背后一个小包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根能量棒，也没水就这么将就着吃了，干巴巴的，我都替他觉得渴。丁果然是个奇才，我还以为他只会研究炸药呢。可下午见他把外面破损的太阳能电板拆下来捣鼓捣鼓，又跟书房里的空调电缆连接好，竟然开上了空调。我看了下智能系统里的天气情况，室外温度竟然已经高达55摄氏度了，简直是要热死人的节奏。趁他开空调，我赶紧也把地下室的空调打开，这样空调外机发出的声音就不会暴露我了。天，有空调的日子太爽了。就这样，丁又在楼上住了下来。他确实受伤挺重，行动不太方便。每天下雨的时候，他都会用容器接一盆水，然后倒入一种化学试剂，水就又恢复清澈，可以饮用了。这些天，他还将那神秘的土拿了出来，放在书房阳台的一角。我观察了好些天，终于发现这些神秘的土为什么会被所有人争抢了。因为丁明明3天前才把黄瓜种子种进去，3天后竟然已经枝繁叶茂，长出了一根硕大的黄瓜。听着他嚼着新鲜爽脆的黄瓜，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我承认我馋了，这土也太神奇了吧！丁吃完黄瓜后，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指，现在还能吃上黄瓜的大概只有我了吧，哈哈。但随即他的脸色又阴沉下来，镜片后的眼神异常的凶狠，看得监控后的我心都一凉。他慢慢走到1楼老贾和丙的尸体边，盯了好一会后，才又开口道：“老贾，你也别怪我，这土如果没有我，你们连知都不知道，更遑论拿到它了。这土就这么一点，本来最多就只能供一个人用，你还想借它去勾引别人来加入你的小队，完成你称霸的宏愿，就别怪我先下手为强了。”我吃惊地捂住了嘴，原来那天我在暗门处听见的内讧是这个原因。但我看丁这阴森森的模样，就算老贾当时没有那种想法，丁也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都除掉的。不然他早知道这土的用法，可那些天他都装作在研究，并没有直接拿出来使用，本意就是防着老贾他们。没错，这土跟普通的土并不一样，单单把种子撒进去是没有用的。我仔细地观察了丁种植黄瓜的每一步，才发现关键点。种植之前要给土撒上好多水，水要微微漫过土才行。将种子种进去之后都不要洒水，每天只要晒1个小时太阳，3天后植物就会迅速开花结果，但只会结一个果子，结完采摘后原先的藤叶就会迅速枯萎。我盯着2楼土旁边的那一小袋种子，若有所思，这种子肯定也不一般。突然我发现种子的袋子上好像写了几个字，我将监控画面放大后，看见上面写着 S 城第3研究所。这个所是个生物研究大所，有很多项发明都全国闻名。看来这个土就是这个所最新的研究成果了，不知道怎么被丁知道了。我看了丁一眼，等下也许丁就是第3研究所的研究员也不一定，否则这么机密的东西一般人肯定是无法接触的。之后每隔3天我都眼巴巴地盯着监控看丁吃各种蔬菜瓜果。我啃鸡爪，他吃胡萝卜；我咽饼干，他烤地瓜；我嚼辣条，他竟然咬上了西红柿。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忍也得忍。我泄气地跑去游戏房，打开 AR 体感游戏机，玩了一套拳击，出了身汗之后才觉得好过了些。外面那么臭，也不知道他怎么咽得下去。就这样又平淡地度过了1个月。在我对我存储的食物越来越失去兴趣之时，小区里突然飞来了一个大型无人机。无人机下的大喇叭老远就听见在播着什么，我忙将监控的音量调到最大。各位幸存居民请注意，因丧尸数量庞大，政府无法逐个销毁，将在1月后根据丧尸数量在各区域进行统一轰炸。请各位幸存居民抓紧时间赶至地区生物研究大楼安全区，以免误伤。我真是栓 Q， 躺平怎么就那么难呢？监控里的丁听完广播，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赶去地区，我得等他走了才能想办法赶过去。我可不认为我这房子真能挡得住炮弹，毕竟我这屋顶可没装大炮都轰不破的玻璃。在我这样想的时候，丁也抬起头朝屋顶看了眼，随即他面色又沉下来，嘴角一撇，似乎很烦恼的样子。难道他不想去安全区？我摸了摸下巴，也对，安全区设在生物研究大楼，那不就是第3研究所所在吗？他一去这图肯定就得暴露了。但他不去，我们2个都得被炸死在这里。之后的每一天，我都茶不思饭不想，天天祈祷丁快点离开这里，这样我也好早点动身。可丁每天都在别墅里转悠，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就是没半点要走的意思。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这天竟然看见丁在院子里拆我的狗窝。这狗窝是当时建材废料建的。师傅问我这些边角料要干嘛，我本想等稳定安居下来后就养殖柯基，于是花了点钱让师傅帮我搭了个透明的狗窝。没想到提前遇上了丧尸爆发。这丁不会是，果然如我所想，丁将狗窝的玻璃拆掉后，爬上屋顶，在水泥结构外又铺上一层据说大炮都轰不破的玻璃。可屋顶还是太大，望着空缺的那一角，我心中咯噔了一下。丁却很满意的样子，他要赌这一次，而我只能陪着他赌。可我好慌啊，我真的会谢。丁将屋顶改造之后，又开始每天研究起炸药来。我每天都在监控里看着他摆弄各种粉末状东西，包成一个个小炸药包放在一边。没过2天，炸药包已经堆成小山形状。他终于满意的拍了拍手，摘了西红柿啃完后，就将炸药包装进大袋子里搬下楼去。他将院子里已经腐烂的丧尸尸体随意清理了一下，就挑着地方开始挖土埋炸药。等一切弄好，他已经浑身湿透，大汗淋漓的，差点被晒成人干了。我朝天气系统看了眼，现在室外温度是67摄氏度。哎，这种极端天气，就算没有丧尸，普通人也很难生存下去。又过了2天，距离政府的最后通牒时间只有10天了。我急得嘴上都长了个大泡，可丁还是悠哉悠哉的，每天吹吹空调，吃吃瓜果，啃啃干粮。我们小区里其实已经不太能看见丧尸了。
一个原因是这里非常偏僻，居住的人并不多，所以一开始丧尸数量就比较少。第二个原因则是被丁这些人来回晃悠了几次后，仅有的一些丧尸基本上也都被爆头了。所以我每天都在祈祷，政府并不是无差别轰炸。我真的不想死了，可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得飞快，明天就是截止日期了。我也死心了，反正也来不及了，爱咋咋地吧。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下来，我索性将货架上还剩的食材通通理了一遍，还有好多零食，自热火锅、自热米饭也还剩了好多，各类饼干也有一些。找着找着，竟然惊喜地发现了一大瓶混合水果罐头。天知道我有多久没吃水果了，我兴奋地将它打开，捞出一大块黄桃就嚼了起来，真绝了。吃着吃着，监控室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响声，吓得我端着水果罐头就往回跑。不会提早开炸了吧？炸倒是真炸了，不过不是政府在炸丧尸，而是丁埋的那些炸药在炸人。大背头的小弟墨镜男又来了，从监控里就看见院子里鸡飞狗跳的，一会炸起一条胳膊，一会又炸起一条腿，血肉模糊的跟死神来了差不多。要不是我这3个多月看恶心的丧尸看多了，这承受能力大大提高，这会大概已经趴在厕所吐了。好家伙，墨镜男直接开了10辆吉普，一横排停在别墅门口，阵势浩大。看来这段时间他收编了好多小队，势力扩张迅速。见他的冲锋小队死的死伤的伤，他气得鼻子一吸一吸的，摆了摆手，示意属下先都别动。既然不是政府在炸，我也放下心来，将空调温度再往下调了调后，抱着水果罐头边吃边看。王展鹏，我劝你还是自己出来。原来丁叫王展鹏，我嚼了嚼嘴里的梨，甜滋滋的。丁紧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想点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没想到墨镜男会在短时间内收拢到那么多小队，否则以他当时埋的炸药，炸死20来个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墨镜男见丁好久都没反应，朝着身边一个小弟说了句什么，很快他们就从第3辆吉普车上扛下来一个单兵火箭炮。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前段时间刚在微博俄乌战争的武器分析帖中看见过这玩意儿。我紧张地盯着我的地面别墅，不知道那号称能扛得住大炮的玻璃是不是真能扛住。要是不行，整个屋子都被炸飞，我也不用等政府来炸我了。我的手心变得黏黏腻腻的，后背都被浸湿了，空调一吹，冷得我直打哆嗦。还好还没等他们把炮架好，丁也意识到这样不行，终于发声跟墨镜男谈判了。我轻呼出口气，不带这么吓人的。张哲远，你不就是想要土吗？可以给你。丁胆子倒是真大，竟然举着装着土和种子的黑色袋子，直接站在了早就被炸烂的大门口，就这么和墨镜男张哲远隔着院子远远对视。只要你把我安全送到地区，这土就给你怎么样？真的？张哲远有些兴奋地朝前倾了下身子。当然是真的，我知道你要这土是因为你不想归顺政府，想在这末世称霸。我就不一样了，到了安全区，我要这土也没啥用。卧槽！我忍不住放下水果罐头给丁鼓了鼓掌，他脑子转得真快。他明明也想要这土，但形势迫人，逼他不得不放弃。而他先前不回安全区有2个原因，一个是因为 C 区和 D 区路途较远，地区外围还被大量丧尸包围，想一个人安全的闯进去很难。第二个就是他本就是第3研究所的人，若是回到安全区，政府肯定会对他全面调查，这土他是保不住的。所以原先他并没有想去安全区，反而一直在加固我的别墅，想留在这里赌一把。但现在形势来了大转变，近距离的火箭炮射击，外加这别墅的门还是破的，要想活下来的概率就小得多了。所以他又立刻转变了策略，将土交出去，自己则能安全回到安全区。虽然不一定能顿顿吃上瓜果蔬菜，但这土是第3研究所研究出来的，有1就有2，保不准现在安全区里就种植了好多蔬菜。而且没有土的实证，就算政府怀疑，他也不能直接处理它。院子里一时安静下来。要我看来，丁给墨镜男还是留了个大坑的。毕竟这土的使用方法那么特别，可他完全没有提醒他。墨镜男拿到土后也不知道要如何使用，而且这土种出来的食物最多也就够1个人吃。丁的话语里就好像这土能供成千上万人吃上蔬菜瓜果一样。墨镜男倒也不蠢，他应该猜到了丁不会那么容易就把土给他，但他没想明白丁到底在哪里挖了坑，所以面带纠结。双方一时僵持住了，谁也没有什么动作。就在这时，远远的又传来了喇叭广播的声音。没一会，我就在监控里看见了1个月前看见过的那架大型无人机，依然在下面绑了一个硕大的喇叭。注意注意！突然爆发丧尸潮，并且已从 A 区向 D 区进发，政府将立刻开始对丧尸潮进行轰炸，预计半小时后会途经 C 区，请还未到安全区的居民就地找好隐蔽场所，以免误伤。听完广播，我咬住大黄桃的嘴巴，吓得吧唧一下，大黄桃就咕噜咕噜滚到了地上。丁和墨镜男一众人也变得神色紧张起来，只剩半小时的话，现在就得赶快出发了。墨镜男跟旁边的小弟商量了一下后，朝着丁喊：“时间紧张，你先把土扔过来，我确认没问题的话，我们就赶快出发。”丁想了想后，没多说什么，毕竟土的正确用法还在他手上，他也不怕墨镜男他们赖账。就看见丁一挥手，那黑色袋子就向着空中抛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所有人都抬头望着他，墨镜男甚至朝前走了2步迎接。说时迟那时快，黑色袋子在飞到空中最高点往下落的时候，恰巧与乱飞的无人机路线撞个正着，就听见啪嗒一声响，黑色袋子的飞行路线被打断，朝着别墅的院子里落了下去。所有人都紧张地朝他冲过去，眼看着他在地上滚了一下后，竟然直接滚进了下水道的窨井盖里，眨眼间消失在众人眼前。因为当时准备的是要在院子里种大量的花草，所以排水的窨井盖镂空就设计成了花朵形状，比较大，以便于快速排水。这黑色袋子大小刚刚好可以掉下去，外面所有人都懊恼不已，我的身体却比我脑子反应更快。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手已经拧开了下水道的连通器盖子。因为室外温度太高，下水道里基本没有什么水分了，只有些灰洋洋洒洒的落了下来。难道半道卡住了？我正打算探头往下水管道里看看，啪嗒，一个黑色袋子砸了我一脑袋。
我的心脏咚咚咚跳得飞快，手整个抖得不行。真这么好运？我颤抖着手将黑色袋子拿下来，轻轻打开一看，果然是一袋子黑色的土，土上还有一个小的塑料袋子，里面放着好多好多种子。老天爷，你也太偏爱我了吧！我激动的整个人乱蹦乱跳起来。好一会才恢复平静，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马上这里就会被轰炸，我得熬过这一关再说。我急匆匆跑回监控室，外面已经乱作了一团。墨镜男没拿到土，气急败坏，决定不带丁去安全区。丁却觉得这是一场意外，不是他的问题。丁现在急得不行，时间所剩不多，如果墨镜男他们不带他走的话，靠他自己他是绝对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赶到安全区的。他只能承诺墨镜男到时候会在安全区再找一袋土弥补他的损失。不过墨镜男没那么好骗，他一脚踹开丁，挥了挥手后，他带来的人就集体上了吉普车。丁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浩浩荡荡将车全部开走，他愤怒地捶了捶地，脸色难看的不行。我有点害怕地捏紧了手里的黑色袋子。无人机已经飞走了，我看了眼时间，大概还有10分钟，这片区域就会被大规模轰炸。丁不死心的又朝窨井盖里看了好久，确定找不见土后，他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别墅2楼，坐在书房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时间1分1秒过得飞快。突然，一阵巨响从远处传来，伴随着恐怖凄厉的尖笑声，轰隆轰隆爆炸的声音不绝于耳，地面都隐隐震动起来。我将自己用被子裹紧，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监控画面。现在还没办法看见什么，丁也神色严肃地从楼上跑下来，站在1楼门边朝外面探望。尖笑声和爆炸声越来越响，地面的震动也越来越剧烈。终于，监控画面里隐隐约约能看到丧尸巢的一角，大批的丧尸排列着朝着我们这里走来。他们面色青白灰败，身上零星地挂着些破布碎片，脸部狰狞着，露出恐怖的獠牙。不时会有炮弹在丧尸群中炸开，但因为他们数量实在庞大，又没有痛觉，依然是浩浩荡荡一大片。眼见着丧尸群离我们越来越近，因为门口刚刚爆炸的时候有很多残尸，浓烈的血腥味瞬间引起了丧尸们的注意，丧尸群都沸腾了起来。我发誓，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丧尸乌泱泱朝我冲过来。丁吓得赶忙跑回2楼，我见他腿都抖得跟发条一样，看来着实吓得不轻。丧尸们在院子里疯狂撕咬，有些还从破门里闯进了别墅里面。别墅里面那种普通的门对丧尸来说完全不堪一击，很快就有丧尸群的气味闯进了书房。丁举着一把枪严阵以待，一开始他还能开枪射杀几个丧尸，但随着动静越来越大，吸引的丧尸越来越多，没2分钟他就被包围住了。他的手被一只丧尸咬住了，在凄厉的惨叫声中，脖子也被另一只丧尸咬住了，大量的鲜血流了出来，无数的丧尸围了上去。画面中再也看不见丁的身影，只剩下密密麻麻的丧尸狰狞着，嘶吼着。轰隆，炮弹落在了院子里。轰隆，炮弹落到了屋顶上。我惊恐地望着监控屏幕，还好装修公司没有赚黑心钱，那些玻璃真能放炮弹。屋顶只零零散散落了些灰下来，目前还完好。轰隆，但政府还不死心，又一颗炮弹落在了屋顶上，不巧正好落在了那个缺口处。炮弹在屋顶炸开，整个屋顶都被掀开，整幢别墅开始地动山摇，从3楼开始大面积坍塌。监控瞬间变得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将被子蒙住头，紧紧抱着怀中的黑色袋子，暗暗祈祷，这土都能莫名其妙自己跑到我这来，我那么幸运，一定能挺过这一关的。炮弹炸响的声音仿佛就在我耳边，我紧紧抱住自己，不知道等了多久，感觉像是一瞬，又感觉好像过了1个世纪。渐渐的，轰隆声已经很久没再响起，丧尸们的嘶吼声也变得越变越小。我从被子里偷偷探出头来，白炽灯的灯光依然还静静地亮着。我好像赌赢了，我兴奋地从被子里钻出来，将地下3层全跑了一遍。电还有，谁也能用。大概是楼上别墅坍塌的时候，那些坚硬的玻璃正好堆在地下室上方，挡住了炮弹的轰炸，所以除了不能再看到外面的监控情况外，我的蜗居生活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我低下头看了眼紧紧握在手中的黑色袋子，微微笑了起来。现在我还能3天就吃上蔬菜瓜果，简直不能更完美了。我学着丁的样子种下了黄瓜的种子，3天后又做了一顿黄磊老师的雪碧凉面，这一次配上黄瓜丝，果然好吃了不知道多少倍。在3天，我吃上了西红柿炒鸡蛋，最近我的鸡生的蛋也越来越多了。之后我吃过四季豆、草莓、土豆、红薯，没想到那袋种子里有那么多蔬菜瓜果的品种，极大的满足了我贪吃的嘴。我不知道外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但我每天都玩玩游戏，看看书，泡泡澡，跑跑步，做做美食，幸福的不得了。相信下一次无人机再带着大喇叭飞过来的时候，应该就是人类度过这场灾难的时候了，而我一定能顺顺利利挺到那时候。不说了，我要去吃烧烤了，生菜包肉配啤酒，绝绝子。